好，我是以令，我是加拿大注册营养师，欢迎回到我的频道，非常高兴今天又和大家见面啦。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各种不同鸡蛋的选择。那在我们日常饮食里面，鸡蛋其实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食物，在市场上呢又有非常多不同鸡蛋的标签，比如说像是 organic 有机的鸡蛋 ，free range 就是走地鸡，还有包括 free range 放养或者是散养的鸡蛋，还有包括像是 omega 3的鸡蛋，还有蛋白液就是 liquid egg white， 在最近以来也受到非常多人的关注和欢迎，还有白壳的鸡蛋和黄壳的鸡蛋。有这么多不同品种的选择的鸡蛋，你在日常饮食里面，你是否有找到适合你的？和你是否知道这些鸡蛋不同的区别是什么呢？那首先我想说一下，鸡蛋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营养价值的食物。那一颗鸡蛋它里面含有约80卡路里和6克左右的蛋白质，它里面含有非常多的微量营养素，比如说像是维生素 A、维生素 E。B 维生素族，比如说像是 B12、biotin， 还有一些微量营养素，比如说像是 choline， 还有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抗氧化物质，比如说像是叶黄素和玉米黄质。那接下来我们聊到 omega 3的鸡蛋。那 omega 3的鸡蛋呢，也受到非常多人的欢迎，是因为大家现在很多人都知道 omega 3在我们饮食里面的一个重要性。omega 3的鸡蛋通常来说，这些母鸡的饲料里面含有额外的饲料的一个搭配，比如说亚麻籽。通常来说，这些母鸡的饲料里面含有10%到20%的一个亚麻籽。那这些母鸡可以在体内把 ALA 转化为 DHA。那通常来说呢，一个 omega 3的鸡蛋，它里面含有75毫克到100毫克的 DHA， 也就是 omega 3。那我这边也想给大家做出一个比较，一片三文鱼，比如说像是100克的三文鱼，它里面含有2500毫克的 omega 3，也就是 DHA 跟 EPA。所以说相比之下，一个鸡蛋里面的 omega 3的一个含量，相比于鱼的话，它里面含量还是低出非常多的。哇哦！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蛋白液 liquid egg white。liquid egg white 受到非常多人的欢迎，是因为 liquid egg white 它里面是一个非常低卡路里，又是一个非常高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说1/3杯的蛋白液相当于3个鸡蛋的蛋白，它里面含有45卡路里。像我前面说到，一个鸡蛋通常里面含有80卡路里，那1/3杯的蛋白液相比于一个鸡蛋来说，它里面卡路里是低出非常多的。那不仅如此，1/3杯的蛋白液它里面含有10克左右的蛋白质，那一个鸡蛋通常里面含有6克左右的蛋白质。那不仅如此呢，很多人在饮食里面会担心自己胆固醇的一个摄入偏高，那所以说会去选择蛋白液。蛋白液它里面几乎是没有脂肪的。但是我在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蛋白液它里面含有的微量营养素会少出非常多，因为非常多的微量营养素其实是在蛋黄里面的。前面我有说到，说蛋黄它里面含有非常多的维生素 A、维生素 E、一些 B 维生素族，还有 choline 一些抗氧化物质，比如说叶黄素的一个来源。但是在蛋白液里面，这些微量营养素是大大减少的。哇哦！那我们在市场上经常会看到白色的鸡蛋和黄色的鸡蛋，那这两种不同的蛋壳的颜色，它们有什么区别呢？除了蛋壳的颜色的区别以外，白色的鸡蛋和黄色的鸡蛋它里面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特别是从营养价值的角度上面来说，它们是非常类似的。白色的鸡蛋壳呢，它通常是由白色羽毛的母鸡所生，和黄色鸡蛋壳的鸡蛋，它们通常是由黄色羽毛的母鸡所生。感觉我说的有点绕口。对，它们其实是没有太大的一个营养价值的区别，其实是由不同颜色的母鸡所生。
那通常来说，普通的鸡蛋呢，这些母鸡它们都生活在一个比较狭小的一个空间里面，通常是在笼里面被喂养和生活的。那我们接下来聊到的就是 free run， 就是走地鸡。走地鸡呢，相比于传统的母鸡，它们会在一个比较狭小的空间里面、笼里面圈养。这些走地鸡呢，它们可以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谷仓里面自由的漫步和行走，它们不会受到一个狭小的一个笼子来被圈养。那有一些谷仓呢，它里面设有一些多层的谷舍，可以让它们去生活。那我们接下来聊到就是 free range， 就是放养或者是散养。放养或者是散养，它们是建于在 free run 的基础之上，它们可以在一个比较大的谷仓里面自由的行走。不仅如此，它们可以在环境适合的情况下到户外去走，所以说它们叫做 free range。那我在这边想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这些 free range 的标签，它其实并没有规定这些母鸡必须一天里面有多少时间，或者是1个月，或者是1年有多少时间是必须得放在外面的。那这些室外的管道呢，是季节的因素来决定是否开放。那通常来说是由天气的因素，农场主可以自己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决定。那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就是有机的鸡蛋，就是 organic。那 organic 它其实是一个政府管理的一个标签，要符合 organic 这个标签，要符合2个条件。第一点就是母鸡的生活环境，母鸡的生活环境它是需要在 free range 的一个基础之上，比如说我们前面有聊到，它是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谷仓里面可以自由的行走。不仅如此，在季节和天气允许的情况下，这些母鸡是可以到外面去户外行走的。第二点呢 ，organic 的条件需要这些母鸡的饲料是有机的饲料。那有机的饲料需要符合政府的一个条件和批准。那不仅如此呢，这些有机的饲料也是非转基因的食物。那其实有非常多的客户过来问我说，一天鸡蛋摄入多少个不会增加自己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那我在这边想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通常来说会看你一天整体的胆固醇和脂肪的一个摄入。鸡蛋它的确是一个胆固醇的一个食物来源，但是不仅如此，其实在饮食里面，我们在晚上比如说吃的肉里面，它又是额外的胆固醇的一个来源。所以说通常来说是要看整体的一天来决定。那最后呢，我们在市场上经常会看到一些不同大小的鸡蛋的标签，比如说有小型的、有中型的、有大型和超大型的。那这些标签完全是按照鸡蛋的体重来决定的。一个小型的鸡蛋它里面含有约42克，那中型的鸡蛋呢约49克，大型的鸡蛋呢约56克，和超大型的鸡蛋呢里面约63克的体重。好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了不同鸡蛋的选择和市场上经常会看到不同的一个标签。那希望大家在以后购物的时候呢，对大家有帮助，可以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那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谢谢大家的观看。